儿子，不好了，你爸被纪委带走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许国华正在办公室准备接待省里来访的领导，突然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，他的脑子嗡的一声，手里的毛巾啪的掉在了地上。什么？妈，你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的父亲许树人只是龙康县旅游局财务科的普通科员，干了一辈子，勤勤恳恳，连一根草都没收过，怎么会被带走？你爸单位的老张打来电话，说把你爸和财务科的张林都带走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国华，你在公安局上班，你一定要救救你爸啊！许国华猛然想起今天中午许久没见的大学同学陆泽突然来访，组了个酒局。陆泽现在是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，这次带着同事来龙康，许国华作为上下铺的兄弟才有资格作陪。酒桌上他隐约感觉到不对劲，陆泽他们的气氛很严肃，不像是单纯来叙旧的。他旁敲侧击地问了几句，陆泽却只是摇头，不肯透露半点口风。许国华知道系统的纪律，也就不再多问。现在看来应该跟自己父亲这件事脱不了干系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麻烦了。市里专门派小组下来查的，案子小不了。许国华安抚了母亲几句，挂了电话后，立刻开始翻找手机里的通讯录。他要找熟人打听消息。他在这里工作，平常和检察院的人有不少往来，他抱着一丝希望，拨通了几个相熟人员的电话，但要么没人接，要么接了之后含糊其辞，说不清楚，不方便透露。匆匆挂了电话，人情冷暖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平时见面客客气气的人，一涉及到工作，都像是躲瘟疫一样躲着他。许国华坐在椅子上，只觉得浑身发冷，明明室内那么热，他却觉得像是掉进了冰窖里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陆泽打来的。国华，知道伯父的事了吧？许国华一下子抓住了救命稻草。陆泽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爸他不可能犯事。你也知道，龙康县的旅游系统从上到下都烂透了，上上下下这次都被抓了。你爸是财务科的，经手了不少账目，但都是局长龚大海逼着他做的，他自己一分没拿，问题不大。我们现在连夜处理，争取把他从这滩浑水里摘出来。许国华悬着的心稍微放了下来，他知道陆泽透露消息背着极大的风险，这份情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陆泽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咱兄弟俩说这些干嘛？你放心，我会盯着的。只要伯父本身没问题，我肯定帮他争取最好的结果。许国华立刻给母亲回了电话，谎称自己找了领导帮忙，父亲只是配合问些问题，很快就能出来。处理好这些事，他还要接待庞明虎。庞明虎是现在市里法制一把手，和检察院有不少工作往来，或许能从他那里打听更多消息。下午3点45分，庞明虎的车队驶入了龙康县公安局的大门。许国华强打精神，小跑着迎了上去，殷勤地拉开了第2辆车的左后门，那是领导的专属座位。庞明虎笑着走了下来，许国华连忙上前握手寒暄了几句，然后安排庞明虎的家属去提前订好的酒店，只留下庞明虎和一名随从在局里沟通工作。在会议室里，庞明虎和他聊起了全市公安系统的法制建设。许国华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几次想开口打听父亲的事，却又不敢贸然提及，怕引起庞明虎的反感。第2天，许国华陪着庞明虎一家去景区游玩。中午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了红石乡派出所的食堂吃饭。红石乡派出所所长陈海涛和许国华关系不错，知道他父亲的事，借着敬酒的机会，试探着问庞明虎：“庞处，听说昨天市检的下来了，抓了旅游局的不少人。”庞明虎看了他们一眼，放下酒杯，缓缓说：“这事儿啊，是你们李县长亲自跑关系请他们下来的。”这下许国华和陈海涛都愣住了。龙康县的新任县长李满军是今年刚到任的外来干部，而县委书记张晓东是土生土长的龙康人，在龙康经营了20年，两人的矛盾早就不是秘密。李县长是个硬茬，以前就敢和一把手拍桌子，这次来龙康就是来啃硬骨头的。许国华的后背一阵发凉，原来父亲被卷入的不是简单的贪腐案，而是县长和县委书记的政治斗争。龚大海是张晓东的亲信，李满军借着这次名义，要把张晓东的关系网连根拔起，而像许国华的父亲这样的，就成了这场斗争里的牺牲品。那最后会怎么处理？李满军既然敢这么做，肯定是有备而来，这次估计要从严处理了。许国华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，他原本以为父亲只是被牵连，很快就能出来，但现在看来，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。当天晚上，陆泽的电话再次打来，声音里满是无奈：“国华，事情麻烦了，上面有人打招呼，要求这次从严处理，我尽力了。”许国华瘫坐在沙发上，只觉得浑身无力。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，临退休了，却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晚节不保。他想起父亲每天早早起床去上班，想起父亲攒了一辈子钱，就等着退休后把公积金拿出来给自己付房子首付。想起母亲在家哭红的眼睛，只觉得胸口像是被巨石压住，喘不过气。那还有别的办法吗？
陆泽犹豫了一下，压低了声音，格外冷静。或许你可以联系一下孙思颖。许国华一时间陷入了沉思，一张清秀的脸庞自脑海中不断的闪烁放大。孙思颖和许国华同校同专业，唯一的差别就是小了许国华2届。但是在许国华大学4年1半的生活中，这个清秀的少女一直都如同影子一般陪在他的身边。即使知道许国华在老家有一个女朋友，一旦毕业以后就回去结婚，也依旧如此。虽然孙思颖从未对许国华吐露过什么，但是包括陆泽等人都知道孙思颖的真实想法。许国华不是傻子，孙思颖的付出他又怎么感觉不到？但是当许国华得知孙思颖的父亲是路北省政法委副书记的时候，许国华便将心中升腾起的火苗早早的掐灭。一个是贫困县区的穷学生，一个是省城的千金小姐，世俗早就注定了2个人各自的平行生活是不会发生任何的交集。许国华从不为曾经的选择而后悔，但是对于孙思颖，他总是觉得有诸多亏欠，更别说现在多年不联系，他为了父亲的事要厚着脸皮救助他。许国华咬咬牙拨通了电话，当电话那头响起久违的声音时，一种莫名的情绪在他心头蔓延。是许国华吗？许国华一愣，握着手机的手都是在微微的颤抖。是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程山来的电话，除了你没有别人了。许国华感觉自己的鼻头微微有些发酸。孙思颖话里的意思很明白，他的号码整个成山市就许国华一个人知道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找我有事吗？许国华一张脸庞憋得通红，原本想好的话竟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。电话那端的孙思颖轻笑一声，语气说不出的轻快。国华哥，这些年你一点都没有变，和我还是那么生分。没关系，不管我能不能帮得上忙，说出来我也能帮你想想办法啊。少女轻快的话语就如同一阵微风，却深深地扎到了许国华内心最柔软的深处。足足5分钟，许国华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孙思颖讲清楚，当然也包括庞明虎的那一席话。好的，我会尽力帮你问下情况。许国华道过谢，就听孙思颖问：你们挺好的吧？许国华知道他问的是自己和女友的事。当年自己说过毕业之后就结婚，可5年前自己姨父出事后，女友就抛弃自己，和县里一个书记家的纨绔走到一起。许国华内心一痛，随即苦笑一声，这些事他不能对孙思颖说。都挺好的。听着对方明显失落的声音，许国华在解释，匆匆挂断了电话。他不知道这一番孙思颖能不能帮到自己，但如今的自己没资格给他希望。当天晚上，他梦见了大学时的孙思颖，漂亮温柔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国华强打精神赶到单位，刚推开法制科的办公室门，就看到科长张国强站在门口，脸色严肃地看着他。小许，你过来一下。许国华心中一沉，跟着走了进去。张国强坐在办公桌后，深吸了一口烟，缓缓说道：昨天开了会，研究了你的事情，鉴于你父亲的案子还在调查中，为了避免影响单位工作，决定先对你停职处理。什么？我父亲只是配合调查，还没有定论，凭什么停我的职？小许，你先冷静下。你爸的这个事儿，我也是昨晚回来才听说的，现在还没有定论，而且就算有了定论，也和你没有多大的关系。他说的善解人意，可立马话锋一转。不过这个事儿是组织定下来的，服从是你的天职。许国华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发愣。张国强说的没错，组织研究后形成的决议，又岂是自己说推翻就能推翻的？从张国强的办公室里出来后，许国华迎面撞见了一个年轻人，正是跟自己同一届进来的刘浩。听说你爸出事了，你也别担心，现在没有那些手段了，至少还是让人睡觉的。许国华感觉自己的头皮一麻，所有的头发都似要站立起来一般，一双眼睛马上就因愤怒而通红。你有胆子再说一句！眼看许国华的拳头就要落在刘浩脸上，身后忽然传来张国强的声音：小刘，提妇科的述职报告写好了吗？这个消息落在许国华耳朵里，无异于一颗炸雷。原本自己的成绩是同一届里最好的，而现在这个机会却落在了刘浩的头上。小许，好好干，未来还指望你接我的班呢。每次张国强将棘手的问题扔给许国华的时候，总会拍着他的肩膀如此勉励一番。可是今天转手间就将晋升的机会给了刘浩。许国华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母亲。父亲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自己又遭遇停职，此时回家，他掩饰不住的失意必然能被母亲看出来。他借酒消愁，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推开家门。可他刚一回家，就看到母亲皱着眉坐在沙发上，见他回来了，一脸焦急地走过来。国华，咋回事？你怎么被停职了？你们爷俩一起出事儿，要我怎么办呀？妈，我没被停职，你别乱猜。国华，你就别装了。你们部门的小刘今天都给家里打来电话了，
人家让我转告你，停职期间不能出门去外地。原来如此，许国华的一双铁拳紧紧地握了起来。这个刘浩还真是欺人太甚，竟然把消息捅到了自己家里。但眼下他只能尽力安抚母亲的情绪。妈，工作上出了一些小事，只是暂时停职，又不是开除。许母刘红梅哪能听进去许国华的解释，坐在沙发上就开始抹眼泪。就在此时，一阵急促悦耳的门铃声轻快地响了起来。许国华和刘红梅一怔，这个时候家里的亲戚和单位的同事都是巴不得躲自家远远的，哪还有人主动找上门啊？我去开门。他擦了把眼泪，刚打开门就发出一声大叫。许国华连忙快步向门口走去。当看清来人后，许国华也是傻眼了。站在门口的正是被带走数天之久的许树人，而在许树人身后还有一个身穿笔直黑色西装的俊朗青年，正一脸笑容地盯着许国华嬉笑。这人不正是许国华的大学死党，路北市检察院的助理检察员陆泽吗？你可算回来了。许母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许国华的双眼也是一瞬间湿润了。既然是陆泽亲自把人送回来的，想必事情都已经查清了。爸，没事了吧？许树人穿着一身新衣，但是气色却不怎么好，想来这段时间也吃了不少苦头。但是见到老婆儿子，许树人的眼角也是含满了泪水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许国华立马对陆泽道谢：“兄弟，这次多亏你了，大恩大德，我记着了。”陆泽摆摆手，冲他眨眨眼：“我可不敢冒领功劳，伯父能出来是上面发话的。”什么？许国华心中一动，难道是那个电话奏效了吗？别猜了，帮伯父说话的是樊书记。许国华浑身一颤，作为政法口的工作人员，如果连成山市的政法口一哥樊胜利都没有听说过，那他许国华干脆买块豆腐直接撞死算了。樊书记以前在省城市局和孙副书记一起搭过班子，细算下来还是孙书记一手提起来的呢。陆泽这么一说，许国华明白过来了，自己刚刚的猜测没有错，真的是自己打给孙思颖的电话奏效了。厉害啊，国华，能让孙书记亲自给咱成山政法口一格打电话的人，整个成山市一只手就数得过来。这个事情真应该好好谢谢他。许国华感慨地说道，心中对孙思颖的歉意反而更深了。可不，要不是人家小孙学妹，这个事情还真不好办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借着这个机会和孙学妹一诉哀愁，然后把人家……想啥呢？许国华笑骂一声，陆泽什么意思？许国华哪能不了解？无非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孙思颖，自己其实没有结婚。国华哥，说真的，孙思颖对你的付出，咱哥几个都是看在眼里的。你为娶她未嫁，郎有情妾有意的，你也总不能因为人家的父亲是孙书记，就刻意的远离他吧？许国华打断了滔滔不绝的陆泽。好了，陆泽，这次是我欠他的，让我怎么补偿他都可以，但是感情方面，我和他不可能。怎么就不可能？许国华的语气忽然变得极其深沉。你有个中院任职的舅舅，父母也都在体制内，虽然和孙思颖没得比，但是起码是能看到距离的。我呢，我和孙思颖之间那是一道鸿沟，我要是和他在一起，反而是束缚了他。这个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说了。陆泽没有再提，他知道许国华说的都是对的，能看到的距离并不可怕，怕的是这辈子都难以企及。隔天许树人就收到了复职的消息，单位里的人还是第一次见被带走的人还能好端端回来上班的，都在窃窃私语许家是不是有什么关系。但过了几天，许国华都没收到自己回去上班的消息，自己怎么就一点动静也没有呢？许国华不知道的是，县里消息来得慢，樊书记打招呼的事情今天才彻底传到了龙康县。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就是龙康县如今的1号位张晓东与李满军了。张晓东这段时间可谓是被刺激个不轻，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刚刚来龙康不到3个月的李满军竟然敢直接和自己叫板，更是把自己捅了个透心凉。但他万万想不到，怎么就许树人能好好出来？再一打听，竟然是市政法委书记樊胜利亲自发的话。张晓东就再也坐不住了，他觉得这释放了一个信号，市委也有人对李满军的行为不满了。但许树人级别低了点啊，怎么能最大程度用好这颗棋子？张书记不由冥思苦想了起来。而李满军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眉头也是皱了起来。这次他已经给检察机关施加了足够的压力，再加人证物证俱全，张晓东根本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但是现在许树人出来了还复职，那真是彻底打了自己的脸。他再一打听，话是政法委书记樊胜利发的，得罪不起，这是李满军的第一反应。既然得罪不起，那就得向人家靠拢。樊书记不是无罪释放许树人吗？那李县长马上就通知旅游局，赶紧让许会计回单位上班去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拍板决定让许树人接财务科的科长，级别也提到了副科。但是张书记和李县长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许国华的局长马铁生为了自己不被影响，已经将许国华停职。这时许国华接到了一个电话，
竟然是红石乡派出所的所长陈海涛打来的。老弟，听说你被停职了。许国华沉默片刻，嗯了一声。哎，伯父的事怎么样了？还有回旋的余地没？我爸昨天回家，今天已经回单位上班去了。陈海涛一怔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次的事件不是张书记和李县长的斗法吗？许树人怎么还能在回原单位上班？老弟，那就先恭喜你了，伯父的事解决了。不过我听说你们马局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去了你们法制科。许国华一怔，马局，那不就是分局的一把手马铁生吗？没想到马局的动作这么快，替补都找好了。不应该啊，我只是停职，又不是开除。所以这个事儿，兄弟你可得上点心。这下子许国华急了，原本以为只要单位知道许树人没事，自己复职也就是分分钟的事，没想到马铁生不光不给自己复职，还找了另外一个人顶了自己的位置。一想到这，许国华就感觉自己的热血蹭蹭蹭的往脑袋上涌。这个事情如果不搞清楚，那自己真可能丢工作了。许国华想了想，还是拨通了张国强的电话，可一直拨打了2遍，张国强都没有接。许国华不知道的是，现在龙康公安分局再一次召开了局党组会议，张国强也被拉去开会了。局长马铁生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。咱们法制科有一名科员，兢兢业业的工作了3年多，前些日子因为家里出了一些问题，就被莫名其妙的停职了。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思，为什么要伤害一名好员工？所以我准备任命许国华同志出任交警大队副队长一职，级别也直接上到副科。委员们一致投票赞同。直到会议结束后，张国强的脑子还是懵的。别看他是科长，可是也仅仅只是一个副科啊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提出县里给的3个副科名额都定好了，最后一个昨天已经报了法制科的刘浩同志了。刘浩同志还年轻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就这样，散会吧。在法制科办公室给新来的小美女端茶倒水的刘浩，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到手的副科就这么飞了。张国强回到办公室冷静了一会儿，才理清了头绪。张科长不傻，他知道许国华这下子算是发达了。先不说他和市委的樊书记到底是什么关系，现在局里这么照顾他，复职不说，还直接调到了交警队去做副队长，就连级别都是直接一步到位的提到了副科。张国强拿出手机，决定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许国华。打开手机才发现有几个未接，其中有2个就是许国华的。他立刻给许国华回了电话：“小许啊，在哪里呢？”许国华心中一寒，张国强这个声音也太扭捏了吧！就算是想招法的要把自己辞退，也完全不用牺牲这么大吧？张科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什么时候能复职？要说这个事情，你还真得感激我。你是不知道，为了给你换这个工作，提这个副科，哥哥我费了多大的劲儿。等等，换工作还提副科，这是演哪一出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被停职以后，咱法制科来了一个新同志，但是你这复职也是刻不容缓的，我就找到了马局。许国华不出声，听张国强继续往下说。马局一听这事儿，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好办啊，给你挪个地方。国华，虽然哥哥不舍得放你走，但是为了你的前途，哥哥也只能忍痛割爱了。许国华一阵恶寒，还是没有出声。最后我是费了多少嘴皮子，才让马局拍板让你到交警大队去。许国华愣了，而且不光是去交警队，还是去当副队长的，顺道的把你的副科问题也解决了。这次许国华彻底傻了。挂断电话后，许国华感觉自己全身轻飘飘的，就差直接飞到天上去了。原本还在操心自己复职的事情，这下子倒好，不光直接复职，还去了交警队，而且还是副队长。但是许国华略微动了番脑筋，就明白过来了，这一切都离不开樊胜利，或者说的准确一点，都是自己给孙思颖的那个电话所导致的。时隔多日，许国华再次联系上了孙思颖。其实中途他有2次给孙思颖打电话，但很不巧，孙思颖都恰好不在。今天他拨通电话后，孙思颖立马接起。许国华先是感谢孙思颖帮助自己救出父亲，又将自己和父亲升职的消息告诉了他。思颖，真的谢谢你。电话那头的孙思颖嗯了一声，突然问：“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？以身相许，怕是不行了。”许国华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想了很久才说：“思颖，等你有时间来龙康县玩，吃喝玩住行我全包了。”真的啊？你陪我玩？对，我陪你。全程陪同？许国华听得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一咬牙直接说：“对，你希望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”电话那头的孙思颖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好呀，我记着了，你可以不要骗我。挂断电话后，许国华苦笑地摇了摇头。过去3年了，这丫头怎么还是放不下自己呢？周3一大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许国华就收拾妥当出了门。他穿着一身崭新的制服，对着镜子反复整理了好几次领口和肩章，眼神里满是对新岗位的期待，却也带着一丝忐忑。拿到转岗的证明文件后，他刚下楼就迎面碰到了刘浩。刘浩耷拉着脑袋，眼睛红肿，显然是昨天没睡好。
他和许国华撞了个面对面，瞬间抬起头，看到许国华身上不同于自己的制服，眼神里瞬间充满了怨怼和嫉妒，仿佛要喷出火来。毕竟昨天他还幻想着自己提了副科后，在法制科里扬眉吐气，再也不用看张国强的脸色，也不用被许国华压一头。可谁能想到，原本被停职、看起来前途尽毁的许国华，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交警大队的副队长，直接跳过了副科的竞争，一步到位，而自己成了个笑话。他顾忌许国华的身份，直到许国华走过之后，才朝着他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低声咒骂：“牛什么牛？不就是靠关系吗？有你倒霉的时候。”许国华刚走到门口，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停了下来，车窗降下，露出前女友林秋文那张精致的脸。她穿着一身米白色的连衣裙，妆容精致，看起来优雅又大方。林秋文推开车门走下来，身上的香水味随风飘来。许国华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，心里一阵复杂的情绪翻涌。国华，听说你调到了交警队，恭喜你了。林秋文笑着走到许国华面前，只是现如今看到林秋文这副热情的样子，许国华心里只剩下冷漠和疏离。占马路，吃尾气，没什么可恭喜的。他不想和林秋文多做交流，毕竟过去的事情像一根刺，扎在他心里，让他无法释怀。林秋文轻笑一声，上前一步，凑近许国华，压低声音：“那要不咱俩换换？办公室活又多又杂，哪有交警队来的清闲？”他的气息拂过许国华的耳朵，许国华只觉得一阵不适，转身要离开，却被林秋文一把拉住：“别急着走嘛，我听说你认识咱们城山市政法委的樊书记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，他想能不能通过许国华搭上这层关系。认识，但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许国华说完快步离开，留下林秋文站在原地，眼神复杂地看着他的背影。交警大队位于龙康县城西，挨着西城公园，是一栋灰色的4层大楼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许国华走进大院，刚走没几步，就听到一阵摩托车轰鸣声，由远及近。他下意识地往旁边躲了躲，只见2辆摩托车开道，后面跟着一辆老款的捷达，驶进大院。车子停下后，一个30出头、身高1.8米的国字脸男子从驾驶位上走了下来。他就是华小飞，交警大队3中队队长。他看到站在门口的许国华，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自己，狐疑地在脸上摸了一把，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。你找人？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副队长许国华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华小飞听到许国华的话，眼睛一下子睁大了，他上下打量了许国华一番，眼神里充满了不满和嫉妒。没办法，他一直以为耿队退休后，副队长的位置会是自己的，没想到竟然被一个从法制科调来的人抢了去。华小飞冷哼一声，没有回答许国华的问题，转头就上楼了，把许国华晾在原地。许国华碰了个钉子，心里有些尴尬，也有些无奈。他能感觉到华小飞对自己的敌意，看来新的工作环境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。许国华径直走上3楼，找了半天才看到队长室，敲门没人回应，拧门也拧不动。这时队长室对面的门开了，一个50岁左右的便服男子走了出来，他是交警大队的政委高昌明。高昌明告诉许国华，大队长秦健去市里开会了，下午才能回来，然后带着许国华去了他的办公室。许国华的办公室不大，但比法制科张国强的办公室强多了，里面桌椅、电脑、打印机、书柜一应俱全，甚至连单人床和洗漱用品都准备好了。许国华心中大喜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挂着县委小牌照的黑色帕萨特驶进院里，从车上下来一个秃顶老头，他是龙康组织部谢成军。谢成军是县委书记张晓东麾下的头号大将，县里有1半人的升职都过得他的手。他一路走到2楼会议室，坐下后一脸阴沉：“华小飞呢？让他来见我。”没一会儿，高昌明就是小跑着下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个国字脸大汉，正是交警3分队队长华小飞。谢部，您来也不通知一声，我好在门口接您啊。不知道您今天来有什么指示呀？谢部没说话，站在他身后的秘书直接开口了：“高政委，谢部的孙子今天被你们交警队的同志莫名其妙的扣了，扣人的是华队长。”怎么能说莫名其妙呢？他那辆奔驰车没有手续，牌子是套的，驾照也没有。秘书从身上摸出一个黑皮夹，径直扔到了华小飞跟前。这是驾照，麻烦你好好看清楚。一时间气氛有些僵硬。高昌明心中比什么都清楚，就算驾照是真的，但是车必然也是没手续的，否则这男子现在就一并把证据拿出来了。但是就算没手续，人家也是谢部的亲孙子，这个车是万万扣不得啊。谢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，您打个电话，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哪用您亲自跑一趟？电话打给了秦健，他没接。听说主管华小飞的队长退休了，就因为退休了一个队长，你们交警大队就没有了管理吗？就能胡乱抓人了吗？我倒要问问，是谁给你们的权利？
高昌明知道谢成军是要找人撒气，现在秦剑不在，自己又不主管华小飞，这口气谢成军实在是找不到人发。忽然，高昌明的脸色一喜，新队长不是也来了吗？谢部，昨天不是刚刚任命了一个副队长吗？今天许队刚刚上任，就在3楼，要不我把他叫下来？谢成军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记得这个许国华，自己昨天就因为他的事一晚上没睡着。本来定好的刘浩突然给换了，自己没办法给刘浩家交代就算了，上来的这个人还是自己死对头的外甥，但他没办法，这是县委书记张晓东的指示，而且最近县里传得沸沸扬扬，说是老许家搭上了市政法委樊书记的线。想到这，谢部便打算给许国华点颜色瞧瞧，年轻人还是低调着点好。坐在3楼办公室里喝茶的许国华根本就不会想到，自己刚刚到任没有半个小时就得出来背锅。许国华办公室里，高昌明抓紧时间，3两句话就把目前的形势给许国华讲清楚了。许国华张大了嘴巴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。明明是自己孙子犯错在先，居然还敢上门要人。许国华自诩这3年多见多了世面，现在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坐井观天。小许，没办法，别看咱交警外人看着风光，其实难干得很。秦队不在，其他的2个副队又不分管3分队，这事情除了你没人抗了。许国华冲高昌明点了点头，露出一个我懂的笑容。高政委，带路吧，我去会会他。2人一起来到了2楼会议室。许国华进屋后，身体站得笔直，一个潇洒的敬礼。谢部，你好。华小飞撇了撇嘴，这小子还想着拍马屁，不知道下来是挨训的吗？谢部，虽然我今天刚刚上任，但是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负责。许国华话音刚落，谢成军的眼角闪过一道满意的神色。这小子倒也是个人精啊。小许同志，错误谁都会犯，下不为例就是了。今天这个事情就这样，到此为止就行了。谢成军也不想深究了，领导下来承认错误，自己的面子也有了。领导放心，在以后的工作中，我们一定注意规范，及时取证，绝对不会再犯今天这样的错误。许国华话音刚来，在场的众人都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这小子说啥呢？谢部目瞪口呆，身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傻了。高政委有心脏病，吓得差点没摔倒了。许国华虽然是在承认错误，但这话里的意思哪有承认错误的态度？他明明就是在说，今天由于我们的问题没有及时取证，才让您老人家钻了空子大闹我们交警大队。谢成军气得直哆嗦，但是偏偏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呵呵，小许果然是人中之龙啊，这个话说得好。我期待着你们交警部门的严厉执法。谢部，欢迎您再来指导工作。谢成军刚走，高昌明就暴跳如雷。小许，你闯大祸了！你知道谢成军是什么人吗？你今天这一句话，说不定就把自己的前途全毁了。高政委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但谢部的孙子确实有错在先，我们没有错，就算他身份特殊，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许国华表面平静，心里却也泛起了嘀咕。他知道自己今天太冲动，但事已至此，再后悔也没用。高昌明看着他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不再多骂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许国华独自坐在办公室，拿起桌上的人员构成文件，仔细翻看起来。他发现自己分管的3中队竟是整个大队最薄弱的，全队只有7个人，正值警队长华小飞1人，其余6人都是辅警。更让他头疼的是，辅警的工资低，人员流动性极大，根本没法开展系统的业务训练。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，一个穿着辅警制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神色有些拘谨。许队，您好，我叫张虎，3中队的。坐吧，不用拘谨。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张虎缓缓坐下，犹豫了一下，压低声音开口：许队，我是来提醒您的，昨天被扣的谢明，他套的是咱们大队里副队长的本。李耀，他们俩关系这么好？这我也不好说，不过我看见过好几次他俩在一起喝酒，而且以前咱们撞见谢明违法，耿队都让我们当没看见。这次飞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直接就扣人了。许国华心里一动，瞬间明白了其中的门道。华小飞分明是故意给自己这个新来的队长添堵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以后3中队的事还要靠你们多费心。张刚走，办公室的门就被猛地推开，一个身高1.9米、皮肤黝黑的壮汉走了进来，满脸怒气，正是主管1中队的副队长李耀。你就是许国华，听说你今天把谢明给扣了，还敢跟谢部叫板？李副队长，我们只是按规矩办事。另外，我听说谢明的本是套的，李副队长还是回去查查自己的驾照吧，免得惹上麻烦。李耀脸色瞬间涨得通红，谢明套自己本的事，他以为做的隐蔽，没想到许国华刚上任就知道了。他狠狠瞪了许国华一眼，却又无从反驳，只能冷哼一声，摔门而去。许国华看着紧闭的房门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刚上任第1天就得罪了这么多人，
以后的日子怕是不会轻松。中午时分，许国华正准备去吃饭，高昌明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语气急促：“小许，紧急任务，红石乡洪家和石家纠集了100多号人，在地里打群架，局里下令，让我们立刻赶过去增援。”什么？有没有伤亡？陈海涛呢？他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不清楚，所里已经有人先过去了。我们赶紧集合队伍出发。许国华不敢耽搁，立刻起身下楼，召集3中队的队员。华小飞依旧摆着一张臭脸，态度消极。许国华没有理会，直接安排任务，带着队员们火速赶往红石乡。红石乡是龙康县最贫穷的地方，民风彪悍。洪家和石家是当地最大的2个氏族，积怨已久。这次因为农田灌溉的问题，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冲突。许国华带着3中队的队员一路疾驰，路上他多次给陈海涛打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，心里的担忧越来越强烈。许队，前面就是红石乡了，一队的人和救护车还没到，我们走得太快了。不等他们了，红石乡后面有一条山路，虽然难走，但也是进出乡的一条通道。华队长，你带2个人骑摩托去把那条路封锁住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许队长，那条山路荒无人烟，根本没人走，没必要去人吧？你这是故意刁难我。华小飞，这是命令，如果因为你的疏忽出了任何问题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华小飞被许国华的气势震慑住，虽然满心不满，却也不敢再反驳，只能带着2个队员不情愿地骑着摩托往山路方向驶去。许国华赶到现场时，陈海涛正站在人群中央，大声喊话，试图控制局面。他的脸上沾着血迹，身边的几个民警也都挂了彩。都住手！我是红石乡派出所所长陈海涛，再不停手，我就按寻衅滋事罪逮捕你们。陈海涛的枪声和喊话暂时震慑住了混乱的人群，两边的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眼神凶狠地对峙着。陈哥，我们来了。陈海涛看到许国华，脸上露出一丝欣慰，随即又皱起眉头。老弟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危险，你赶紧带着人封锁周边，别让无关人员进来，也别让闹事的人跑了。放心吧，陈哥，都安排好了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小伤，不碍事。这些人昏头了，再晚来一步，恐怕就要出人命了。就在这时，大批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李耀带领着1中队的交警封锁了现场周边，防暴大队的队员们手持防暴盾，一步步推进，将闹事的人群分隔开来。医疗小组则迅速冲进人群，救治受伤的村民。混乱中，一辆挂着2号牌照的黑色帕萨特驶了过来，车门打开，县长李满军走了下来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胡乡长呢？立刻给我过来！红石乡乡长胡英飞连忙跑了过来，脸色惨白，浑身发抖，低着头，不敢直视李满军的眼睛。李满军看着混乱的现场，又看了看浑身是伤的陈海涛和民警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胡英飞，你这个乡长是怎么当的？洪家和石家积怨已久，你早干什么去了？现在闹成这样，你满意了？李县长，我错了，我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，我已经尽力调解了。尽力调解？我看你就是不作为。如果不是陈所长和交警大队及时赶到，出了人命，你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李满军狠狠训斥了胡英飞一顿，随即转头看向陈海涛和许国华，眼神缓和了许多。陈所长、许队长，你们做得很好，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控制住了事态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李县长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的职责。是啊，李县长，多亏了许队长及时安排人封锁了周边，才没让闹事的人跑掉，也没让无关人员进来添乱。李满军深深看了许国华一眼，这个年轻的交警副队长，虽然刚上任，却处事果断、沉着冷静，而且执法公正，不像有些干部只会趋炎附势、敷衍了事。许队长，你刚到交警大队上任，就能有这样的表现，很不错，好好干，组织上不会埋没人才的。许国华心中一暖，连忙点头道谢。他知道李满军的这句话对自己来说是认可，更是一种机遇。在众人的合力处置下，闹事的人群被全部控制，受伤的村民被送往医院救治。红石乡的局势终于稳定了下来。红石乡群架事件处置完毕后，许国华和陈海涛一起向李满军汇报了现场的处置情况和后续的安排。很好，后续的安抚和调查工作一定要做好，不能再引发新的矛盾。陈所长，你在红石乡干了4年多，熟悉当地的情况，这次又立了功，组织上会考虑你的调动问题。谢谢李县长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许国华也为陈海涛感到高兴。红石乡条件艰苦，陈海涛在那里干了4年多，早就想回县里了，这次终于有了机会。当天晚上，许国华接到电话，孙思颖来了县里。见面时，孙思颖看见他脸上的伤，心疼地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谁打你了？”小伤，不碍事，处理现场的时候不小心蹭到的。说好你过来我就陪你的，有没有想玩的？
你都这样了，我哪有心情玩？去酒店，我叫人给你处理一下伤口。孙思颖眼里的心疼都要溢出来了，一只手抬起来又不敢真的摸到他脸上，百转千回只能提议带他回酒店。就在这时，陈海涛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老弟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李县长刚刚发话了，让我回县局做副局长，兼城关镇派出所所长。许国华听到这个消息，由衷的为陈海涛感到高兴。陈哥，恭喜你！城关镇派出所是全县最大的派出所，你这下算是熬出头了。哈哈，这都多亏了李县长的赏识，也多亏了你老弟。如果不是你及时赶到支援，我也控制不住局面，更不会有这个机会。两人聊了几句，挂断电话后，许国华发现孙思颖正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。你朋友升职了，看你高兴的。是啊，他在基层干了很多年，终于有机会回县里了，不容易。你也会的，你当年是县里的高考状元，是我们大学的大才子。我相信你的努力也不会被埋没，终有一天会被人看见。孙思颖的一番话让许国华心潮澎湃，他跟着孙思颖回到酒店房间，看着她温柔地给自己上药，一时间情难自已，握住了她的手。怎么啦？我弄痛你了吗？许国华摇摇头，赶紧松开手，乖乖等他上好药。夜色渐深，两个人一起聊着往事。孙思颖渐渐有了困意，靠在许国华的肩头，闭上了眼睛。许国华看着他熟睡的脸庞，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情愫，随即又摇了摇头，把这丝情愫压了下去。他知道自己和孙思颖之间，两人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，如今的他还没能力跨越。许国华轻轻起身，给孙思颖盖好被子，然后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窗外的月光，思绪万千。这一路走来，他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挫折，他知道现在对自己来说只是一个开始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他也相信他会有跨过鸿沟的那一天。